灵根分3品，天地人愚者皆为废灵，如我。阿恒，总算找到你了。散修会那帮人正在四处找你，说你在黑丛林抢了他们东西。尝尝新酿的春江花月，听说你惹了散修会。是他们先动的手。小子，把无名剑诀交出来，那不是你该碰的东西。不，你不能杀我，不然散修会是不会放过你的。轮到你了，这是我捡到的，谁都抢不走。终于炼气5层了。哟，废灵根都炼气5层了，少见呐！换个身份牌，一共50-10。哎，你身份100。运剑于心，灵力反走，这与基础炼气诀完全相悖。这个给你，大金牙没死，被他哥金不换接走了。散修会还在暗地里打听你，最近千万别去黑丛林那边。那你的酬劳呢？先留着。老板娘让我带话，醒了就去酒馆，有活找你，是急事。踏云履雪，一品顶阶，薛底刻了轻身和踏冰符阵，帮我做件事，这是定金。什么事？对手是谁？不是我，是我妹妹苏英。3天前进黄字区狩猎，传讯玉牌2天前断了联系，最后的位置在黑水沼泽深处。散修会也在那里。恐怕不止，方里最近有怪味儿，我怀疑有内鬼，把他带出来，另一半报酬，我给你弄到龙髓丹的稳定渠道。周恒，金长老正请你过去呢。废灵根就别穿这么好的靴子了，糟蹋东西。应该就在这附近了。那个方向似乎是黑暗沼泽。这沼泽应该可以用踏云履雪过去。刚才的叫声就是他发出来的。逃跑了吗？这声音是铃铛。这铃铛就是苏英的，看来她就在里面。
果然在这里，还活着，应该是中毒了。幸好我带了回春丹。姐姐小心，散修会有内奸，地图是假的。若见此讯，我已遇险，速回方室。又是散修会，真是欺人太甚。外面什么声音？里面的人出来，把苏英姑娘交还，可免一死。哼，敬酒不吃。对面人数太多了，要想个办法逃走。他们往里跑了，堵住其他出口，给我追！这条暗河，按照老板娘的地图所说，应该是通往酒馆密室的。应该就是这里了。老板娘，怎么会？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不行，这么大的声音，再留在这里，迟早被追兵发现。我记得老板娘说过，这里有第二个出口的，应该就是这里。果然在这里。这里居然别有洞天。这里应该有疗伤药。太好了，是清灵散，这样应该马上就能醒了。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我怎么在这里？我姐姐呢？抱歉，你姐姐她已经回天乏术了。怎么会？节哀。这是姐姐记录的散修会所有安账和物资往来，内奸是……有人来了。血迹到这里断了，肯定有密室机关。上报金长老，彻底封锁酒馆区域，他们带着伤员跑不远。散修会追来了，看这里，散修会三长老金不换每月接收标注为幽冥矿的物资，数量巨大，远超他的权限和修炼所需。这是姐姐准备的逃生路线。她早就怀疑金不换与外势力勾结，暗中绘制了这些。
这玉佩是在你姐姐身上找到的，你认识吗？不是姐姐的日常之物，但这纹路我好像在姐姐整理的旧卷宗里见过，像是与执法堂某些旧案有关。好了，事不宜迟，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好，那我姐姐……时间紧迫，只能先留在这里了。姐姐，等我揭露真相，手刃仇敌，再来带你回家。老板娘，你放心，我会照顾好素英的。这里还有其他的出口吗？有的，这个泉眼连通的是黑暗森林。这阵法撑不了多久，只能迷惑普通追兵。我们快走。小心，是幽冥狼！你先退后。阿恒，快闪开！你没事吧？这妖狼的气息似乎和幽冥有关。姐姐笔记里提过，金不换似乎在用某种妖元精喂养或控制妖兽，和这妖狼头上的纹路很像。快走，刚才的战斗可能换来了妖狼同类。这地图是从姐姐身上找到的，这上边还写着朔月之时妖元汇聚，四位之地亦是破绽所在。这应该是姐姐生前留给我们最后的线索了。姐姐标记的地方在枯骨林深处，那里终年毒瘴，人迹罕至。兽群在附近徘徊太久，此地不宜久留。趁白天瘴气稍弱，我们必须行动。等等，这里有问题。这是隐藏的警戒阵法，跟紧我，踩着我的脚印走。好。这是入口有空间波动，后面是开辟出的独立地穴。这是什么东西？这是藤妖，我们快进去，不要被他们抓住。
应该就是这里了。等等，好像有人。刚才外面藤葵好像有动静，你上去看看。多半又是被瘴兽碰了，这鬼地方。谁在上面？我们快走。这是在干什么？他们在批量炼制妖元晶，那些人都被控制了。那是证据。你在这里等我。发现入侵者，入侵者清除。快跑！我们被发现了。这样下去，迟早会被追上。这名册你拿好。从桥下河岸的乱石滩走，贴着右边崖壁有一个被水帘遮住的小裂缝，能通到外面森林。那你呢？我挡住他们。你快走，证据必须要送出去，揭露这一切。走。我一定会找人来救你的，千万不要死。你就在这里好好待着吧。呵呵，周恒、斐灵根炼气5层，却能连杀我胞弟，闯我禁地。看来你身上秘密不少啊，尤其是你居然能徒手接触核心妖元晶而不被反噬，有趣，太有趣了。看来计划需要一点小小的调整了。你比那些废物傀儡有价值的多。醒了，感觉如何？傅灵腾的滋味不好受吧？他最喜欢你这种灵力纯粹却稀薄的修士，像青州小菜。不过如此。小子，嘴还挺硬。我查过你，周恒、斐灵根，在坊市底层挣扎10年，月前意外突破到炼气5层。随后便杀了我的蠢弟弟，还摸到了我的金窟。你的小秘密似乎有点多啊！废灵根，经脉滞涩，吸纳灵气效率不及常人的1/10。理论上，你此生无望筑基，甚至能徒手握住幽冥煞境，而只是稍感不适。再碰一下，让我看看。
看到了吗？不是抵抗，是吸纳。虽然很微弱，很痛苦，但你的废灵根竟然能直接吸纳，暂时承载幽冥煞气而不立即崩溃，完美的过渡容器。我的幽冥道兵计划一直有个难题：修士和妖兽直接植入煞根，排斥反应太强，十不存一。我需要一个中间体，一个能先行融合煞气，再将其平稳转化的活体炉鼎。而你，周恒，你这该死的低效的废灵根，你那宽阔却堵塞的经脉，正好能像蓄水池一样，暂时容纳这些爆裂的煞气。等我找到方法疏通你的经脉，你就能成为最完美的煞气载体，批量制造高阶幽冥道兵，指日可待。这就是你和你背后主子的大计，用活人当耗材。能成为大业的基石是你的荣幸。好好休息，明天开始我们会帮你疏通经脉的，过程可能稍微有点刺激。太好了，是巡逻队。金不换叛变，炼制妖元精，图谋不轨，快去救！疏通开始，原理很简单，用更精纯的幽冥煞气强行冲击你那些淤塞的经脉，就像用洪水冲开河道。过程会有些撕裂感，坚持住，你越坚韧，容器的品质就越高。气逆于脉，沉水于肺。逆于脉，逆于脉，莫非不是顺着灵气流转，而是反向引导？没错，煞气果然被你完整的吸收到体内了。你的肺脉果然有用。很好，比预想的还要好。放心，我会给你用最好的伤药，不会让你根基受损。明天加大剂量。苏姑娘，你指控之事关系重大。金不换长老乃我访视3长老，仅凭此物难以定罪。还有我姐姐的命，阿恒也被他抓了。黑森林里的金窟，黑森林深处情况不明，贸然进入风险极大。且你说是一个废灵根散修，周恒与你一同发现，他如今下落不明，死无对证。莫长老，幽冥煞精，四妖邪术，30年了，这股臭味又飘回来了。小姑娘，你姐姐是醉生梦死的老板娘苏青吧？年轻时，她也曾是我的记名弟子。此事我亲自过问，立刻调派按押卫，秘密核实黑森林异常。在确凿证据或找到金不换切实把柄前，不得打草惊蛇。至于那个叫周恒的散修，如果他真的还活着，并且像你说的那么特殊，金不换暂时不会杀他。我们需要更确凿的钉子。今天我会将妖元精量提升5成，让我看看你的极限在哪里。煞气留存率提高了，但分布更散，是经脉的自然适应性，还是它在有意引导？有趣。明天加入霍心草萃取液，我要看看他的精神在痛苦中是否还能保持这种异常的分布模式。
长老，那地方已成魔窟，血池、邪像、被控的修士，与档案中记载的幽冥邪肆邪术特征吻合10之8九，而且那里有极灵敏的反隐匿探测法阵，绝非普通贼寇所能布置。幽冥血肆，金不换，你果真勾结了那些鬼东西。苏姑娘提到的那个周恒有线索吗？未能深入关押区域，但撤退时隐约听到看守交谈，那人应该还活着，且在被持续实验。证据已足，但金不换必会加强防备，甚至可能提前转移或销毁部分证据，包括周恒。那怎么办？阿恒他计划变更，既然暗查不成，便只能明攻，但需要更充分的理由和时机。召集可靠人手，秘密监视金不换及其所有亲信动向。让我看看痛苦和幻象中你的意志是否还能保持清醒。肉体承受力接近预设阈值，精神抗性却异常坚韧。这不像是一个普通散修该有的意志。你身上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看来不能只把你当简单的容器了，或许该让上面的人也看看你了。下次实验暂停，给他用最好的安神药剂和营养丹，我要他恢复最佳状态，然后准备通幽镜，我要连接幽冥台，汇报这个特殊样本的情况。是。金不换今日实验后，从其秘密实验室调取了一份名为通幽镜的高阶法器组件清单，并要求搜集幽冥台定位所需的阴魄石。种种迹象表明，他可能试图与幽冥之地的更高层建立联系。他们要把阿恒怎么样？联系更高层，要么是求援，要么是汇报重要成果。那个周恒看来比他想象的更有价值，我们的时间更紧了。年度百真鉴宝会，坊市所有有头脸的修士和势力都会参加。金不换作为3长老必定出席，且会携带重要物品或亲信展示实力。长老的意思是，在鉴宝会上发难，但那里人多眼杂，各方势力交错。正因为人多眼杂，才是最好的公开场合。我们要做的不是当场捉拿，那会引发混战，且证据可能被毁。我们要创造一个让他当众无法拒绝，必须自证清白的局面，逼他露出马脚，或者逼他慌乱中采取行动，比如紧急转移那个不能见光的容器。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做？鉴宝会的压轴环节是盲剑赌斗，我们需要一份足以让他心动且与他近期研究密切相关的宝物作为诱饵，一份看起来像是从黑森林古修遗府中偶然流出，记载着上古煞气转化秘法的残破玉简，如何？长老吩咐了，好好养着他，过几天好像有大用。属下金不换，求见幽冥台接引使。讲，这是特殊样本有关的留影石，初步判断非普通废灵根，疑似具备先天浊脉或隐灵体特质，对幽冥能量有潜在亲和与转化可能。此样本价值提升至丙上级。丙上级，那下一步维持样本活性，停止破坏性实验。3日后的朔阴之时，启动通幽镜主阵，吾将分神降临，亲自检测。若确认其特质，可纳入圣种候选观察序列。圣种候选，这意味着无上的重视与资源倾斜。这份玉简
我参照了30年前一桩走火入魔的邪修案例。那魔修在此处关窍行气错误，导致煞气反冲心脉。金不换若精于此道，看到这里定会以为发现了关键秘辛，又因其凶险而渴望求证。很好，投放的故事如何了？已安排妥当。3日后鉴宝会开始前，会有一个从黑森林死里逃生的落魄寻宝客在散客寄卖区低价急售此物，并会不经意间向多人透露，这是在枯骨林附近一处新塌陷的古修作画洞府中找到的。他同行的伙伴因触碰洞府其他禁制而煞气入体疯癫。原来无名剑诀神手于废的真意，不是蛮力对抗，而是以极度凝练的神去守住那些被视为有害的异种能量。长老说了，这2天把他收拾干净点，精神养足。听说后天鉴宝会，长老可能要带他去镇场子。一个废灵根囚徒有什么好看的？莫长老他会来吗？诱饵已散发出他无法抗拒的味道，等着看吧。他们果然来了。看什么看？快走！拍卖会现在开始。这第一件藏品是一件青铜阵法，无趣。下一件拍品有些特殊，是散客寄拍的残破古玉简，出自黑森林未知古修洞府，年代不可考，内容涉及古秘法，但残缺不全且灵力微弱，起拍价50灵石。老夫出价200灵石。余文到位了。250灵石，老夫对古简也有些兴趣。300灵石。350，金长老莫非看出此简有何不凡？只是喜好收集古物，研究前人智慧罢了。400灵石。办了，让与金长老办。400灵石成交。天助我也！若参透此中关窍，结合那容器的特质，我在上面的地位必将大大提升，甚至超越接引使。来人，去查那个卖玉简的寻宝客，一切底细。另外，今夜朔阴之时的仪式，准备移至鉴宝会后院的镇灵塔底层。那里更隐蔽，且有现成的防护阵法。是。报告长老，金不换已调派人手前往镇灵塔，似在布置仪轨。机会来了，镇灵塔虽隐蔽，却也在访视大阵监控之内。等他仪式开始，与幽冥沟通，无法分神之际，便是我们拿着证据联合执法堂主事，当场破门擒贼之时，苏姑娘准备好指认。时辰将至，莫要妄动，或可留你性命。塔下幽冥波动剧烈，仪式应该已经开始了。待其与幽冥连通，无法分神之际，破门擒人。幽冥接引，景渊洞开。这便是那特殊样本。回接引使，那特殊样本正是他。莫老鬼，你竟敢擅闯！金不换，你勾结幽冥，残害同道，今日伏法。你就试试。无名剑诀，
此书怎会？不，境虽碎，但联系已建立过。幽冥台那边恐怕已知晓此地变故。你受伤了吗？我没事。金不换刚才说那本剑诀是诅咒。幽冥台在何处？你们如何联系？还有哪些人潜伏在坊市？莫老鬼，你抓了我，毁了境，以为赢了。幽冥之潮早已不是30年前了。废灵根，嘿嘿，那小子的无名剑诀是从那里流出来的吧？沾了他的人都会被他们找到，那小子也逃不掉。金不换体内被中了幽冥魂印，一旦触及核心秘密或被捕，便会自毁。这手段比30年前更严密。那线索就这样断了？未必。他临死前的话虽为扰乱心神，却也透出2点：一，幽冥台对你的剑诀有所察觉；二，他们对你，或者说对你这类特殊体质兴趣极大。他说剑诀来自那里，那里很可能指的是幽冥台所控制的某处上古遗迹或禁地。此书建议逆反常规，确实不像正道流传之物。你修炼时可曾感到心神被侵？唯有侵蚀，他助我稳住了体内义气。你能部分引导幽冥煞气，并非引导，是隔离与观察。此法来自书中的逆脉篇。姐姐的仇，多谢你，以后多保重。幽冥台既已留意你，独行务必谨慎。好的。长老，他真的只是废灵根吗？灵根测的是吸纳天地清灵之气的资质，但天地之气岂止清灵一种？他那本剑诀走的或许是另一条路，一条被视为废途的路。地字区灵气稀薄，反利于阴浊汇聚。4位之地选在此处，不无道理。地图指向就是这儿，朔月之眼就在地字区深处。这破桥是最近的路。好，这雾邪性，感觉有东西在底下瞅着咱们。怕就滚回去，找到眼献给使者，赏赐够你修炼到筑基。胖子，屋里有东西没出来，桥撑不住，退。退后。多谢道友出手，在下屠雄，这2个是我兄弟。道友身手不凡，胆识过人，对这地字区似乎也有些了解。不若我们联手，我知道另一条线路，或许能绕过这断剑。目标想必也与道友相近。带路吧。痛快，这边走。道友看着面生，不是访视常客吧？也是为朔月之眼的机缘而来。玄武，嘿，那眼可是了不得。听使者说，每到朔月，那里喷出的地阴精华能淬炼法器，甚至辅助突破瓶颈。就你话多，手下人不懂规矩。不过道友既然同行，便是缘分。过了这蛇腹洞，再翻一座鬼剑愁，就能绕到断魂剑对岸。
危险。多谢道友提醒，这鬼地方机关暗藏。是地阴子菇，能卖不少灵石。那不是地阴子菇，是紫杖菇。管好你的手，想要命就别乱碰东西。再次谢过，道友似乎对地子区的凶险颇为了解。直觉。断魂桥就能绕到断魂剑对岸，跟紧我，踩稳木板，别碰着水。道友，好身手。对岸就是阴木林，穿过林子，离眼就不远了。道友，此番多亏了你，还没请教名号。周道友，周道友，明人不说暗话，你寻的物是否与朔月之眼喷发之物有关？若是，或许我们目标一致，真可合作。我要找的是四位之地的破绽。破绽？道友此话何意？金不换的四妖炼精之地留有破绽，我受人之托，需查明究竟。原来道友与金长老之事有关联。不瞒你说，我与金长老也算旧识。他出事前曾传讯提及地子区有大机缘，一提及可能有外人搅局。涂道友对崖下岩缝里的东西不感兴趣。你看到了什么？金属反光，像是半截插入岩壁的制式剑柄，纹路古朴，非近人。是之前失踪的探路者的佩剑。周道友果然眼力过人，不错，那是我之前派来探路的一个兄弟，再次失踪，看来这崖顶也不太平。先对付这些畜生。这些鬼东西比玄子区的难缠多了。
他们怕你的剑气。或许只是不习。周道友，看来这地子区比想象中还凶险，独行恐难成事。我们暂时放下猜疑，精诚合作，先找到掩获你要的破绽所在，之后各取所需，如何？可以，带路。爽快，走！趁天黑前穿过樱木林。跟紧，别碰任何东西。这林子邪门，雾气可能有毒。晦气！小声点。这林子是天然的坟场，也是捕猎场。他娘的，这藤蔓成精了，还会偷袭！周道友，刚才那剑似乎对那妖藤有克制之效。巧合。地下遗迹，难道眼的入口在这里？这么深，怎么下去？用绳索？不能留在地面当靶子，用飞爪和绳索下去。周道友，你看如何？坏，胖子先下，瘦子跟上，我断后。周道友，你第三。果然有路，走，小心机关。看这规制，像是古代祭祀坑道，都警醒点，别碰任何看似祭器的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啊？头，里面好像有活物，也可能是风声。这鬼地方结构复杂。周道友，你感应最强，觉得如何？我要找的东西在里面。别纠缠，这些骨头杀不完，冲过去，池子后面还有通道。周道友，刚才那金属片似乎不寻常啊。周道友，方才那金属片能抵挡池中幽冥煞气，绝非寻常之物，可否借再下一关？或许与朔月之眼有关。一块旧物，没什么特别。头儿，这路越走越邪乎，那心跳声听得人发毛。
走左边。头儿，法器不会错吧？这巡煞针对幽冥气息最敏感，左边煞气更浓，必是主脉所在。周道友没事吧？这机关似乎对走在最后的人特别关照。巧合。是处废弃的祭祀点，我们走错了。路在下面，或者在另一边。头儿，现在咋办？回去还是走右边？周道友似乎早有感应，直觉而已。涂道友若信不过，可以分头行事。道友说笑了，既已合作，自然同进同退，就走右边。周道友，看来我们找到了，把你手里的钥匙还有那本书交出来吧。这座镇剑台里的东西，不是你一个废灵根配拥有的。从一开始就是冲他来的。金长老出事前，最后的传讯提过，一个持逆书配古剑的废灵根小子，坏了金窟大事，可能逃往地字区。没想到，真让我碰上了。把东西交出来。看在你一路帮忙的份上，留你全尸，送你魂魄安然入冥，或者由使者亲自接引。你和金不换都是幽冥台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幽冥重临，乃大势所趋。你这废灵根若可恢复，以你的特殊，说不定还能得分造化。最后问一次，交还是不交？果然有门道，但这里你无路可逃。门开了。果然是钥匙，是传承。小子，你激活了它，但你不配拥有，给我死来！头，后面骨头追上来了，这地方也要塌了。门开了。小子，认命吧，你的运气到此为止了。老大，快撑不住了！我的传承，给他造化。出来，你给我出来！走，往回冲，找别的路。这里才真正核心。一剑成阵，力竭，需心血尽。逆道传承者。
接续封印，以我这废灵根之身。道非顺天修行，乃是以身纳慧，以意镇邪。汝脉虽废，于逆道而言，恰是未着之谱。承此重担，我或非幽冥重临。封印之力实不存一，汝若不愿，可持剑殿离去，尚能自保一时。以汝剑为引，以汝身为桥，皆因残存封印之力入体，密脉运转，暂时离合裂痕，过程且需持续。密脉为桥，导引。余脉身手无非，为其所动。封印核心出现异常波动，有外力介入，还是守阵残留的灵性回光返照？波动源自镇剑台方向。纯粹的能量混杂着微弱的生人气息与令人厌恶的逆道愉悦，难道是？报接引使大人，朔月之眼封印出现未知扰动，疑似有身怀逆道遗泽的生灵闯入镇剑台核心，并试图干涉封印，请求指示。查明闯入者身份与状态，封印脆弱，不可令其修复。若条件允许，捕捉或毁灭。逆道传承者优先级提升至以下。遵命。任务同道。这是古修中正平和的五行印记，此地主人与镇剑台守镇者并非。后来者，你能寻至此地，必是持苏氏同心配而来，且已见过镇剑台之危局。老朽苏沫乃300年前青蓝宗派驻此地，暗中监察朔月之眼封印的执事。镇剑台封印乃上古逆剑宗前辈所设，以身为训，封镇幽冥裂隙。然岁月侵蚀，封印渐衰。我青蓝宗与逆剑宗素有渊源，奉命世代暗中维护。此地密道便是历代监察者所辟，连同宗门一处密地，以作观察与紧急撤离之用。苏氏同心配乃信物，亦是我这一脉监察者的身份标识。你手中这枚应是我后人所有，他们可还安好？算了，言归正传。镇剑台封印核心已经油尽灯枯，寻常修补难以为继。据宗门密卷与逆剑宗残存记载，欲彻底稳固封印，或需寻回当年用于布阵的3件逆剑遗宝作为阵物，重新激发封印大阵。3宝分别为密林剑鞘、左煞阵图、定渊石。老朽穷尽100年，仅查得些许线索。密林剑鞘疑似随逆剑宗最后一位传人失踪于坠龙渊，左煞阵图残卷
或存于本宗藏经阁禁地。定渊石下落最为渺茫，传闻与幽冥之地的轮回井有关。后来者，若你愿成此任，可持我玉佩，前往青蓝宗寻当代宗主。切记，幽冥台爪牙无孔不入，慎之，慎之。东北是青蓝宗的方向。陈师兄，困住他！这孽畜守护的赤炎朱果快要成熟了，不能让他退回洞去。对面是哪位道友出手相助？还请现身一见。在下青蓝宗外门弟子柳云，旁边这位是陈峰师兄，多谢道友适才援手。敢问道友如何称呼？来此地区所为何事？周恒，寻人。周道友身手不凡，此地已进地字区深处，危险重重，寻人恐非易事。若不嫌弃，可与我们同行一段。我们采摘了朱果，便要返回外围营地。如此，那叨扰了。陈师兄，他真是废灵根，刚才那手法……人不可貌相，但他身上煞气似有若无，有些奇怪。我们路上留意些便是。陈峰，任务完成。这位是回禀孙指事，赤炎朱果已采集。这位是周恒周道友，在地字区偶遇，适才猎杀火蟒时曾出手相助。哦，周道友面生，非我青蓝宗治下访视常客吧？来地字区所为何事？寻访故人之后，受人之托，送还旧物。按察令确实是本宗之物，且年代久远。周道友从何处得来此物？所托又是何人？物主已故，临终前嘱托将此物交还青蓝宗宗主，并言及镇剑台与苏沫之名。周道友，请随我来帐内详谈。苏沫祖师乃300年前本宗前辈，奉命执行一项隐秘使命，后来音讯全无，其暗查一脉在本宗记录中亦已断绝近100年。道友所言镇剑台，更是宗门高层少数人才知的秘辛，你究竟知道多少？我误入一地宫，得见镇剑台封印兵临崩溃，偶遇苏沫前辈遗留神念，得知需寻逆剑遗宝稳固封印。前辈一命，持此铁牌与苏氏同心配，求见贵宗宗主，共商对策。玉佩气息与铁牌同源，且带有本宗监察一脉特有的同心印。看来道友所言非虚，此事关系重大，非我一个小小外门执事所能决断。
我需立刻传讯回山，禀明长律堂长老，在得到进一步指示前，还请周道友暂留营地，切勿随意离开。周道友，孙执事行事严谨，并无恶意，只是按察令和苏木祖师之名事关重大，他必须谨慎。明白。道友之前那手投石技巧以及对付钱影熙的剑法，似乎与常在路数不同，可是另有传承。家传有路的，不是。道友好生休息，若有需要，可唤我。只有按察令提及苏沫与镇剑台，修为低微，却身怀义气，疑似目标，需尽快上报。周道友，东门已有回讯，此事确需高层定夺。我已安排柳云、陈峰二人护送你，即刻返回山门，由长律堂韩长老亲自接见。此行需隐秘，对外只称护送重要物资。有了，道友，宗门非法事，规矩繁多，人心易杂。你持有之物与所知之事干系太大，切记慎言。那边便是本宗山门所在，青蓝七峰。我们外门弟子常驻外围各营地，内门弟子和长老们才居于七峰之上。灵气盎然，却是福地。那是自然，我青蓝宗历派千年，根基深厚，岂是外面那些散修聚集地可比？警戒！青蓝宗的小娃娃，把身上值钱的东西和那个背剑的小子留下，饶你们不死。封紧，撤户。周道友，没事吧？无事。不是寻常劫匪，身上有股淡淡的阴气，像是被什么催动的凶性。他们可能接触过不干净的东西。柳师妹，何时回山？这几位是？奉孙执事令，护送重要人证回山，面见长律堂韩长老。请。周行，正是，见过韩长老。苏沫祖师之事，宗门确有不详记载，安察一脉断绝已久，镇剑台更是密中之密。你一个炼气5层的散修，如何能深入其中，又得见苏祖师神念，将你进入地宫前后的经过详细道来，不得隐瞒。逆鳞剑鞘，所煞阵图，定渊石，宗门秘卷中却有零星记载，与上古逆剑宗有关，但具体下落早已淹没。你可知，若你所言非虚，此事将牵扯多大？晚辈只知，封印若破，幽冥重临，生灵涂炭。受苏前辈临终所托，传讯贵宗，已是尽力。至于如何行事，全凭贵宗决断。你腰间的废字玉牌是访视登记所发，是废灵根，10年炼气5层，你的修行路
似乎与寻常废灵根不同。你手中古剑也非凡品，可否让老夫一观？剑是好剑，内蕴灵性，且与我青兰宗一门失传已久的清心镇魔剑意有几分渊源。你既能得他认可，也是缘法。你所言之事，关系宗门千年隐秘与苍生大劫。老夫一人无法决断，需禀明宗主，并会同其他几位长老商议。在得出结果前，你需暂居客舍，不得随意走动，亦不得与外人谈及此事。明白，长老。此外，你身上似有微弱煞气残留，虽被某种力量隔绝，但终究是隐患。我会安排丹堂弟子为你检查，并赐下一些清心静气的丹药。在宗门内，莫要随意动武，更不可修炼你那可能引动煞气的法门。谢过长老。周小友，等下你去听竹轩客舍安置，一切用度按内门访客标准，没有我的手令，任何人都不会来打扰你。不过，你也不得擅自离开。是，谢过韩长老。周道友早，在下林清，奉韩长老之命，负责道友在客居期间的一应事宜。这是今日的早膳与宗门派发的清运丹，有助于驱除体内异气，固本培元。有劳林道友。道友不必客气，韩长老吩咐，道友可在此轩及周边百步竹林内活动，若有修炼疑问或需要，也可随时问我。只是切勿越过前方那处境界石。道友方才所练剑士，看似基础，却隐隐有股凝而不发的沉静之意，非经年累月磨练不可得。不知师承何处？并无师承，自己摸索。道友可知，青兰宗内亦有剑道一脉，七峰之中藏剑锋，便专精于此。若道友有缘，或可交流一二。喂，里面那位就是孙师叔传讯说的带来了暗查令的周大哥吗？小灵儿，不可无礼。韩长老有令，任何人不得打扰周道友静修。林师兄好凶，我只是好奇嘛。听说他闯过了镇剑台，那地方我爷爷提都不让我提呢。这位是丹堂首座穆长老的曾孙女穆灵儿，调皮惯了，周道友勿怪。周大哥，你别听林师兄的，我爷爷可念叨苏墨祖师好久了。你带来的消息，爷爷他们正在议事殿讨论呢。我偷偷听到一点，好像跟什么怡宝、坠龙渊有关。小灵儿，宗门议事，岂可妄言？还有藏经阁。穆灵儿，林师兄，我错了，我去炼丹了。童言无忌，周道友不必当真。宗门之事，长老们自有决断。无妨。出去。没有反应，是没发现，还是定力足够？不是幽冥台直接出手，是他们在宗门内发展的暗子，还是另一股势力也在打我的主意？周道友，方才可有异动？像是竹子断裂，是否察觉到异常？听见动静，出来查看，未见异常，或许是山峰或小兽。此地虽在宗门内，
但夜深山深，道友还是小心为上，莫要离开太远。若有异常，请立刻示警。明白，有劳林道友。周小友，对面这位是丹堂首座穆长老，听闻昨日夜里听竹轩附近似有异动。是，有不明人物以秘法扰动竹林，意图不明，交手一合，此物是其身上落下的。南疆枯木教的魁一，此教派100年前已被我正道联军剿灭，怎会再现，且出现在我青兰宗内？枯木教余孽擅长木系邪法，操控草木与低阶修士心神。他们盯上你，恐怕不只是因为你在外显露了手段。你可还记得，在风市或地字区，是否接触过与草木相关的异常事物或人物？暂无思绪，恐怕大有预谋。此事蹊跷，枯木教余孽与幽冥台并非一路，目的何在？莫非他们也觊觎逆剑遗宝，或者想通过控制周小友来影响封印？不无可能。宗主与诸位长老商议已定，镇剑台封印事关重大，不可置之不理。但逆剑遗宝线索渺茫，且牵涉甚广，宗门不能大张旗鼓。现决定由老夫与穆长老牵头，暗中调查遗宝下落。周小友，你身负苏祖师信物，且亲历镇剑台，是此事关键人物。宗门希望你能配合，提供更多细节，并在必要时协助探查。作为回报，宗门可为你提供修炼资源，安全庇护，并允许你有限度查阅相关古籍，以寻找遗宝线索。可以，我需要知道关于逆鳞剑鞘在坠龙渊的具体线索，以及索煞阵图在藏经阁的可能位置。坠龙渊乃是绝地，凶险异常，本宗也只有零星记载。藏经阁禁地，非核心弟子或长老不得入内。不过，既然你已提及，老夫可做主，允许你以协助调查名义进入藏经阁外阁一层，查阅部分地理志与宗门历史杂记。外阁一层限时2个时辰，只可阅读，不可抄录，更不可损坏分毫。玉符会记录你的气息和翻阅记录，时辰一到，自动传出。明白。线索到底藏匿何处？竟是如此记载。时辰已到，如何？可有收获？找到一些关于坠龙渊的记载，确为显地。另有一本人辈手记，提及内阁封存有疑似逆剑宗的残卷，但未得见具体。周大哥，内阁可不好进呢，我爷爷都没进去过几次。内阁封存之物多是年代久远或内容敏感，若真与索煞阵图有关，或许是个方向，但需从长计议。周小友，你可知老夫为何要亲自带你来此？你我换个僻静处详谈。苏沫，
是老夫的师叔祖。他当年下山执行隐秘任务前，曾来丹霞峰取药，还与年幼时的老夫说过几句话。他说：“此行若有不测，后世持我信物归山者，当以诚待之，共护苍生。”你带来的铁牌与玉佩，却是他的信物。你身上虽带煞气，目光却清正，剑意也与我宗失传的清心镇魔剑意隐隐相合。老夫信你，至少此刻信你。谢长老信任，但信任归信任，规矩是规矩。你非本宗弟子，许多地方去不得，许多资源用不了。韩长老提出的条件是宗门层面的考量，老夫这里却可以私下给你一点方便。这是老夫的单剑令，凭此令，你可自由出入丹霞峰大部分区域，并能在眼剑屏外围观摩本宗弟子练剑，或许对你领悟剑道、控制体内意气有所帮助。此外，每月可凭此令来丹堂领取一瓶清运丹。周道友，近来可好？方才观周道友比划，似是看了我宗回风拂柳式，但周道友的运劲方式颇为独特，随意模仿，让前辈见笑。道友过谦了，虽是模仿，却抓住了回风之刃，而非拂柳之柔，更重根基稳固、反刺之机。这不像模仿，倒像是基于某种更深层剑理的本能拆解。敢问道友，可是家传剑法？算是吧，不入流的野路子。野路子能练出这等眼力与本能，道友不愿说，我也不多问。不过，若道友对剑道有兴趣，藏剑峰每月15有公开的论剑小会，外客持长老令，亦可旁听。届时或许能有更多交流。多谢前辈。想试探，想操控，那就看看谁先找到想要的东西。清心镇魔，这丹霞峰药谱的气息，或许针对稳定心神、抵抗幽冥意念侵蚀。这丹炉下方阵法的纹路，与藏经阁兽皮册子上的方位编号和符文结构，竟然有极其细微的相似之处。是终于来了吗？韩长老的人，还是其他后续的？这枯木教余孽和青兰宗到底存在何种关系？周道友，等一下，有事想请讨教一下。听闻你今日去了丹霞峰，可还习惯？很好，多谢柳道友引荐。小事。对了，再过几日便是15，藏剑峰的论剑小会，道友可要去？届时各峰年轻弟子都会有些切磋交流，颇为热闹。以道友的眼力，或许能看出不少门道。正有此意。周道友，那日在一线推峡谷与击倒匪修的手法，还有那平时技巧，似乎并非单纯靠灵力驱动，倒像是对身体力量与时机把握到了极致。这可不是寻常散修能练出来的。生存所迫，练得多了而已。也对，宗门弟子有时反倒少了些生死间的魔力。道友若有空，日后可否指点我几招近身缠斗的技巧？我总觉得自己的剑法过于追求招式华丽，缺了点狠劲。可以。谢过周道友，那不叨扰了。所上，或许真在这里。这确实是宗门最古老的几种核心符文变体之一，源自地火天炉阵，
常用于稳定丹火、隔绝外邪，你竟能从基础丹式阵法中拆解出来，还将其与藏经阁的封存编号关联。周小友，你在阵法符文上的直觉实在惊人。这组结合后的纹路，若按藏经阁内阁的方位布局推算，指向的恐怕是禁库第7区，那里封存的多是涉及上古邪法禁忌阵图之物，由历代长律堂主亲手施加封印。所煞阵图可能就在其中，极有可能。但禁库第7区，即便是老夫也无权擅入，需要至少3位长老联名申请，并由宗主或长律堂主亲自开启，但韩长老那边很难许可。韩长老行事方正，以宗门安危为第一要务，在他眼中，你的来历与目的仍存疑，尤其是昨夜又有枯木教余孽现身，他恐怕不会轻易同意开启禁库，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所煞阵图存在且必须取出，或者宗门面临迫在眉睫的与封印相关的大悲。我明白了，周小友，老夫信你，也信苏祖师的选择，但宗门之内并非老夫一人说了算，在获得正式许可前，你万不可私自探查禁库，那里守卫森严，阵法重重，一旦触动，后果不堪设想。有时候耐心等待比贸然行动更能成事。15日的论剑小会或许是个机会。藏剑锋的古剑阁也收藏了一些与上古剑宗相关的残碑断简，虽非核心，或能助你更了解逆剑宗的传承脉络。路要一步一步走。谢幕长老指点。剑之力竟能与这疑似所煞的符文产生共鸣，难道它本身就是遗宝的一部分？那晚的枯木教真正意图到底为何？少想招，多想线和点。线是攻击轨迹与自身移动路线的结合，点是力量爆发与招式转换的节点，还有时机。对手的破绽只在某一点、某一线上存在一瞬。多谢周师兄指点，感觉像是把以前散乱的珠子串成了一条更实在的线。虽然还不熟练，但方向似乎对了。多练即可。明日论剑小会，柳师妹也会参加，自然要去观摩学习。听说这次小会不仅各峰年轻弟子会切磋，藏剑峰的古剑阁也会开放部分区域，展示一些历代收藏的古剑残器或拓片，供弟子感悟剑意。周师兄持剑符，定能入内一关。这气息是青兰宗正统的火雄术法残留，而且修为不弱。银灰色火迹，这像是本宗净岩峰一脉的敌尘净火特征。净岩峰专司巡查，清剿邪祟，平日低调，弟子很少在外走动。若真是他们出手，说明宗门高层已经注意到枯木教渗透，并开始暗中清理。为何不公开？宗门内部关系错综复杂，
公开恐打草惊蛇，也易引起不必要的恐慌。禁言风行事，向来隐秘。周道友，此事你知我知即可，切勿外传。看来宗门对你的保护比表面看起来更严密些。古剑阁，希望能找到更多关于你的来历，以及逆鳞剑鞘的线索。藏剑锋，剑气汇聚之地。那位面生的师弟看你背剑而来，也是我辈中人，何不上台让师兄指点几招？光看不动，可练不出真本事。我非贵宗弟子，不便上台。切磋而已，分什么内外？莫非怕了？既是交流，点到为止，开始吧。周恒胜，点到为止，甚好。年轻人，你的剑似乎与这残骸有些渊源。晚辈只是觉得此剑残而不屈，隐有悲悯，心中感慨。此残剑入库100年，从未有过异动。今日你一来，他便悲鸣。缘分还是宿命？坠龙渊不是炼气期该去的地方，好自为之。坠龙渊那半截黑剑，老夫早年也见过，只道是寻常古物。若真与你之古剑同源，且出自坠龙渊苏祖师流言中逆鳞剑鞘失落于此的线索，可信度便大大增加了。这里便是坠龙渊，其范围之大，地形之诡，远超常人想象。毒瘴、空间裂隙、变异妖兽，乃至上古残留的破碎禁制，皆是致命威胁。更麻烦的是，其内部环境似乎会随时间变化，无固定安全路径可循。宗门可有更详细的记录？比如那半截黑剑的具体出土方位？100年前发现此剑的弟子早已陨落，记录也语言不详，只说是在外围东南地火喷涌之谷附近。这点信息无异于大海捞针。这是宗门历代探索坠龙渊的部分汇总，虽不完整，但记载了几种常见凶险的特征与应对方法，以及几处相对固定的危险区域标识。你且拓印一份，仔细研读。周小友，老夫知你心切，但坠龙渊非同小可，便是筑基修士结队前往，也难保全身而退。你修为尚浅，虽有古剑一宝护身，仍凶险万分。老夫建议你至少需将修为提升至炼气后期，并准备充足的辟毒、护身、隐匿符箓与丹药，再做打算。晚辈明白，只是镇剑台封印，老夫知晓。这样，老夫可为你准备一批丹药。另外，藏经阁内阁虽难进，但关于坠龙渊的古籍或许不止一处。老夫可再试试，向宗主申请调阅相关卷宗，你且安心在宗内提升实力，暗中准备。时机成熟，或可借宗门任务之名，组队前往外围探查，总好过你一人独闯。
周师兄的剑越来越不一样了，看似简单，却总觉藏着许多变化。有事没有事？我听说师兄在打听坠龙渊的事。师兄别误会，是陈峰师兄昨日去事务堂交接任务时，无意中看到莫长老调阅关于坠龙渊典籍的记录申请。我们几个猜的，师兄可是想去那里？有些私事需查证。坠龙渊太危险了，宗门每隔几年都会组织内门精英弟子前往外围历练，折损率都不低。师兄若真要去，可否算我一个？我对辨识毒障和追踪痕迹有些心得，或许能帮上忙。为何？我想变强，像师兄一样，在真正的危险中磨砺自己，而不是只在宗门内切磋。而且我总觉得师兄要做的事很重要。玉芝林宗3日后子时，后山废弃药人谷。出木匠他们也知道逆鳞剑鞘，甚至可能掌握更具体的线索。这是陷阱，还是交易？是拖延，还是陷阱已成？周恒，东西呢？主人在里面有你要的林宗地图。果然敏锐，老朽枯木教执事木言。小友，此图乃我教100年前于坠龙渊一处古修遗骸旁所得，标记着一处龙血坑的具体方位。据记载，龙血坑附近常有奇异金属或古器碎片出土，或许就有你要找的林。条件简单，我教需要你在青兰宗内为我取一件东西，让几个金地器去。最内侧第3排架子上的一个黑色木盒，盒中之物对你无用，与我教却至关重要。地图便是定金。我如何信你地图为真？小友可先拓印一份，自行验证。待你取来木盒，老夫自会告知如何避过龙血坑周围的几处致命禁制。合作，你我各取所需。你们如何抢宗，又为何选我？小友问题太多了，你只需回答合作还是不合作。走狗！位置可信度较高，但标注的路线太过简略，且刻意绕过了几处资料中明确记载的凶险地带。是枯木教也不知详情，还是故意留下的陷阱？龙血坑宗门古籍中确有提及，传说那是上古真龙陨落后，龙血浸染最深之处，地火与龙血之力交融，环境极端，但也可能孕育奇金异宝。若逆鳞剑鞘真在那里，说得通。此路线后半段指向乱空峡，那是坠龙渊内空间最不稳定的几处地方之一，时有空间裂缝凭空出现，防不胜防。枯木交给你这图，用心险恶，即便前半段是真，后半段也是绝路。他们想让我探路，或者死在路上。多半如此。不，这前半段地形和龙血坑方位结合宗门记载，倒可相互印证，有7、8分可信。你打算如何？按图所记，至死寂泥沼前止步，自行探查龙血坑方向，需要更详细的泥沼与周边情报，以及应对吸魂杖的方法。泥沼与吸魂杖的情报，老夫可再帮你查阅。至于应对，除却高阶必读护神符箓，或许寒星草提炼的冰心露有些许抵御神魂侵袭之效，老夫可为你准备一些，但你需答应老夫，未做足万全准备，绝不可贸然深入。
周师兄，昨夜后山动静不小，听说禁岩峰的师兄们剿灭了一处邪教据点，你没受伤吧？无事。我听到一些传言，说宗门准备组织一支精锐小队，近日前往坠龙渊外围执行一项探查任务，据说与巩固某处古镇有关，或许是个机会。我只是听说任务由一位内门的赵师兄牵头，正在招募可靠的炼器后期好手，要求对阵法或辨识地理有一定了解。师兄若有意，我可以试着打听更详细的消息。为何防我？我说过，我想变强，也相信师兄在做重要的事，而且我觉得师兄不是坏人。如果师兄真要组队去坠龙渊，请一定考虑我，我不会拖后腿的。多谢。执事大人，地图被夺，经严峰察觉，此地恐不安全。无妨，那地图前半段是真，足够引那小子去龙血坑；后半段的乱空峡，他若聪明，自会察觉是假。但龙血坑附近，我们埋下的种子也该发芽了。血灵葵种，龙血坑的戾气为引，一旦激发，便是筑基修士，也要脱层皮。周恒，老夫的礼物，你可要好生收下。甲自27号坠龙渊外围东南区地火谷古镇探查，领队内门赵岩，筑基初期需求炼器7层以上弟子2名，需精通基础阵法辨识或具备较强野外生存毒瘴抵御能力，贡献点优厚，风险高。就是他了。周师兄，看到了吗？赵师兄，那个任务我已经托人递了话，赵师兄答应见见我们。不过竞争的人不少，尤其是听说有内门师兄带队，贡献点又高。陈峰师兄和李俊师弟也打算试试，他们修为都够。陈师兄还会些粗浅的阵法。何时见？申时在聚贤阁侧厅。师兄，我们得好好准备说辞，尤其是你。周道友也对此任务有意，也好，若能同行，彼此有个照应。不过炼气5层，赵师兄那关可不好过。周师兄的本事，你又不是没见过。尽力而为。此次任务凶险，非比寻常。我需要的是能切实发挥作用、不掉队、不拖后腿的队员。诸位自荐吧，说说你们凭什么能胜任？我修为虽低，但对毒瘴、妖兽习性、野外辨识方向略有心得，曾独自从地字区深处守。地字区深处如何证明？无法证明，信则信，不信则罢。柳师妹，你推荐他，你们似乎熟识。回赵师兄，周师兄确有过人之处，以先天峡谷遇袭，以及前日论剑凭切磋，弟子亲眼所见，其应变与实战能力远超同阶，且他对坠龙渊东南区域的地形似乎早有研究。周道友为人沉稳，临危不乱，可堪一用。好，你算一个，但事先说明，任务中需绝对服从指令，若有擅自行事或力不能及，拖累队伍者，我有权随时将其逐出，生死自负。明白。赵岩是宗主一脉的精英弟子，行事果决，实力不俗，由他带队，安全略有保障。但此人极重规矩，你切不可显露地图或古剑特异之处，更不可私自脱离队伍前往龙血坑。谢长老，此行或许也是你的一番机缘。坠龙渊虽险，却也是锤炼修为、验证剑道的绝佳之地。活着回来，此去坠龙渊，非宗门内切磋，另行禁止，互为依靠，方有生机。出发。前方便是坠龙渊外围的绝灵雾障，雾障会削弱灵石，腐蚀法器灵光，且时有阴煞罡风吹出。收起飞行法器，步行进入。柳云，检查避毒丹药。能量混乱，确实能压制常规灵力，但对我体内这一种煞气，反倒有利于养自己。
确有此事。小心，有东西要来了。赵兄，此地灵力场异常混乱，我们可能偏离了预设方向。物障在流动，地形也可能因地质活动发生了变化。柳云，记录下此处地貌特征与灵气扰动频率。左边岔路有微弱的气流，而且岩层回音不多。赵师兄，那条路血腥气浓烈，隐约有兽类巢穴的腥臊味，可能有群居妖兽盘踞。而另一条路感觉更压抑，但似乎没有活物气息。避开已知妖兽巢穴，走窄路。周恒，你带路，注意节奏。裂缝太宽，无法直接跨越，还有这腐蚀性气体喷出，看来是很难过去了。周恒，布小清风阵，尽可能驱散面前毒障，争取时间。柳云，警戒后方，我去寻找有无其他出路。法阵只能暂时压制毒障，快走！这些纹路像是某种矿物析出，带有微弱的地火灵力和龙血浸染的残留气息，我们可能接近地火谷区域了。下面是地火活跃区，所有人服下浴火丹，检查护身法器。周恒，你感应最强，在前探查，但每一步必须等我信号，其他人保持距离，警戒两侧和后方。好可怕的地火之力！古镇若在此地，该是何等坚固！根据宗门古卷记载，地火谷古镇的核心阵眼就在这条岩流回廊的某处交汇点。我们需要找到3条主要熔岩支流的汇聚之处。那边晶簇覆盖的洞口，能量波动最为凝聚，就像是人为雕琢的一样。地图未标注此洞，但能量汇聚点确有可能在那里。过去看看，小心晶簇，可能有毒或暗藏机关。洞口晶簇是天然形成，没有人工静止痕迹，但晶簇本身蕴含暴躁的地火灵力，触碰可能引发爆炸或吸引妖兽。可以进，跟紧我，不要触碰任何晶簇。是外围的辅助聚灵阵，核心阵眼不在此处。不过，此处阵法残留印证了古卷记载的方向基本正确。图没记载，可能是古镇建造时的工匠通道。也可能通往更危险的地火深处。我们任务目标是探查古镇并记录，非必要不涉险，收集此地阵法数据，然后原路返回。原路返回的晶簇，洞窟已塌，且可能残留不稳定能量，我们被困在这段回廊了。回廊前方似乎还有岔路，但地图未标注，情况不明。周师兄，你之前感应准确，现在可有什么发现？失控的阵法，血光爆发点，能量异常凝聚，那里可能就是地图上未标明的真正的龙血坑入口，或者是其外围的一个能量节点。你的意思是，古镇失控，反而暴露了隐藏路径？有可能。血光爆发时，我感觉到一股极强但短暂的引力，指向回廊更深处的某个方向，与古剑的感应方向一致。任务目标是探查古镇，如今外围阵法已建，但核心阵眼未明，且出现计划外变故。若龙血坑确与古镇核心相关，或能解释阵法失控原因，也算有所收获。我需2个时辰恢复70%战力，柳云加固此地防护。周恒，你感应最强，2个时辰后由你主导。
探寻那股引力方向，但需提前探明路径大致情况，不可贸然深入。若有无法应对之险，立刻退回。柳云用右腰伞和强光爆音符，周恒，你和我趁乱寻找并清理出一条相对安全的通过路径。那里有东西，难道是古镇的某件镇压法器？不好，此地戾气被彻底引动了，快走！此地不宜再探，任务目标是探查古镇，已经完成大部分了。这地方危机四伏，待我们休整后，立刻寻找其他出路，离开这地火谷。逆鳞剑鞘果然在这里，我必须再来，单独来。两位师兄恢复的如何了？已无大碍。原路被精促洞窟塌陷和戾气扩散封锁，我们需另寻出路。根据回廊结构推断，沿此岔道向北，可能绕回岩流回廊上游，那里或许有其他出口，或能与宗门记载的另一条古老矿道相连。会不会遇到更多像血煞符那样的东西？沿岩壁阴影走，避开上方开阔处和明显的能量汇聚点。那些变异生物多依赖戾气和地热活动，阴影区相对稀少。有理，周恒，你在前探路，注意间距。其他人保持警戒队形，准备出发。周师兄，你好像对这里的环境适应得很快。以前在类似的地方待过。有新鲜空气，那条路可能通往外界。别急，熔岩湖看似平静，但能量内敛，可能潜伏着大家伙。湖对岸的通道口也有被频繁摩擦的痕迹，不像天然形成。不对，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不好，是地火岩龟。快跑！是筑基期妖兽，小心！趁现在从洞口跑出去。刚才你引动了地脉能量，侥幸，此地能量本就不稳。周师兄，你没事吧？没事，调息一下就好。多亏了周师兄，不然我们可能……事不宜迟，我们尽快离开这里吧。找到路了，寻此印记，半日应能走出雾障，返回宗门，设立在渊外的临时营地。我会回来的，为了剑鞘，也为了弄明白枯木教和那血灵的秘密。周师兄，快走啦！还在跟着，
枯木鹫的尾巴真长。留意后方有东西跟着我们，距离约30丈，时隐时现。啊，好的。快到了，大家加把劲！师兄，你们没事吧？没事，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先抓紧回营地。这次多亏了周师兄事先预警，不然可能真的就被枯木教得手了。赵师兄，你们这是？立刻加强营地警戒，有不明势力伏击，通知营地执事，我们有重要情况汇报。周恒，你又救了我们一次。那袭击与地宫中你遭遇的枯木教是否同源？那些藤蔓的气息一模一样。他们竟敢将触手伸到坠龙渊外，还精准伏击我们。要么是宗门内部有他们的眼线，要么他们一直在监视我们的动向。此事必须立刻上报宗门高层，在得到进一步指示前，我们暂时留在营地休整，不得单独行动。枯木鹫的目标是进枯木河，却也对龙血坑如此了解，甚至可能埋下后手。他们究竟想做什么？那木河里又是什么？周师兄，赵师兄接到传讯，穆长老明日会抵达营地，亲自听取我们的汇报，并处理枯木教伏击之事。知道了。师兄，今日多谢了。枯木教沉寂100年，死灰复燃，竟敢如此猖獗。赵师侄，你确定袭击者与他们同源？弟子确认，藤蔓邪法、碧绿毒针皆与宗门典籍中记载的枯木教手段吻合，且周恒道友此前在宗门内遭遇过类似袭击，气息一致。周小友，将你遭遇枯木教的前后经过，以及在地宫龙血坑的所有发现，尤其是关于那半截黑色事物，详细道来，不得有丝毫隐瞒。穆长老，事关重大，弟子不敢隐瞒。此事始于弟子意外进入地宫时，见到了苏墨祖师留下的警示与半张残图。之后在地宫一处4维古剑阁的废墟中，弟子偶然发现一柄残损的黑剑，随身古剑与之生出奇异果。再结合残图内容，弟子斟酌后认为，坠龙渊深处的龙血坑极可能封存着那半截逆鳞剑鞘，此皆系古剑灵性之意，与弟子的模糊感应。具体细节，弟子亦不甚明了。看来枯木教所图不仅仅是一个禁库木盒，他们对逆剑宗遗宝乃至被封印的幽冥之力都有所涉猎，甚至可能与幽冥台有某种我们未知的联系。事态升级，枯木教与幽冥台可能勾结，当务之急是肃清宗门内部隐患，并查明枯木教真正目的。周小友，你携苏祖师信物，又屡遭枯木教追踪，手中古剑更与逆剑遗宝渊源颇深，为保你安全，亦为探查真相，老夫建议你暂居宗门，任客卿执事一职，你可愿意？晚辈愿意，但有一请。讲。若宗门决定再次探查龙血坑或追查枯木教，我需参与。可以，但需服从宗门统一安排。另外，作为客卿，你可查阅外阁所有典籍，也能以贡献点兑换所需资源。多谢穆长老。客卿执事有了这层身份，查阅典籍、调查养魂匣都方便许多。枯木教、幽冥台，不管你们在图谋什么，我都会把这条线揪出来。乾元历372年，掌律堂自南疆追回一邪木宝盒，内置养魂魁木一段及异域阵图残篇，已与幽冥通幽术及枯木转生法有染，封存于禁库第7区。枯木教所求木盒正是此，且直接关联幽冥台。或许该去找穆长老了解一些情况了。周执事，我可算找到你啦！灵儿，冒冒失失，成何体统？周大哥，我偷听到爷爷说话，枯木教的线索引到树悟堂一个姓吴的执事身上了。
禁言峰已在监控，还有那个黑盒子叫养魂匣，据说能温养残魂，甚至制造傀儡。灵儿，这些话也是你能乱传的。嘿嘿嘿，周大哥，小心姓吴的。树堂吴执事，养魂匣。周小友，灵儿顽劣，胡言乱语，切莫当真。晚辈明白，只是有些好奇。邪物之事，还是不知为妙。经核实，树武堂执事吴庸却为枯木教内应，已于昨夜盗走库房内存放的全部陈星铁。陈星铁乃构建空间稳固阵法的核心辅材。同时，从截获的密讯分析，枯木教背后确有幽冥台影子。他们正在执行一个名为“破冥”的计划，具体内容尚不明，但必然涉及空间操作。吴庸现在在何处？已消失。净岩峰暗桩正在追查。另外，弟子怀疑宗门内潜伏的枯木教徒不止吴庸一人。传令下去，全宗立即进入1级戒备。是。穆长老，幽谷方向，第3巡查小队遭遇至少5名筑基级敌人伏击，带队师兄陨落。他们强行激活了废弃的七星引幽阵，传送消失了。5名筑基期吗？穆长老，此乃外围发现的异常残留，其空间波动特异，兼具枯木胶与幽冥扭曲之感，定位模糊，似预设过多重坐标。结合陈星铁失窃及破冥计划判断，敌人大肆搜集空间材料，极可能正为开启某种东西做准备。你判断的不错，此事已非简单内奸盗宝。开启藏经阁内阁禁忌类典籍查阅权限，我们现在立刻去重点查找关于七星隐幽阵及朔月之眼相关的一切记载。七星隐幽阵，此阵乃上古所建，连通一处名为幽冥系的绝险之地，后因未知原因，阵法被毁，坐标湮灭，早已废弃。强行激活，除非有极其精准的道标指引。幽冥系逆剑遗宝之一的定渊石，相传就失落其中。敌人不惜暴露5名筑基战力，强闯宗门禁地，激活古阵，前往幽冥系，目标必是定渊石无疑。周恒，你手中的古剑与另一件遗宝逆鳞剑鞘同源，如今敌人已先行一步，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完全掌控局势之前行动。局势已明，你需立刻行动，再探龙血坑，获得逆鳞剑鞘，阻止他们复苏朔月之眼。这里面有你需要的东西。多谢穆长老。记住，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弟子明白。那是逆鳞剑鞘。使者已进入幽冥系，只待此鞘归位，与养魂匣共鸣，朔月之眼的封印便将被我教破除。不行，要阻止他们。这才是逆鳞剑原本样子。此道孤往。
那是幽冥使者。逆剑传承者，你竟能寻至此地，还拿到了剑鞘，也好，省去本座一番功夫，交出逆鳞剑，献上你的肺脉之躯，作为逆道容器，可免魂飞魄散，成为圣眼重灵的基石。你们的圣眼还是永远闭着好。冥顽不灵。逆天飞为叛道，守心方为真逆，以身为训。所煞尽人，逆鳞归位。